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1月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22.60，收盘价是207.47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3.80。最低价是在203.08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2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9862.22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74 倍。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变小，双线合拢，那我们会看到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空头的趋势在增强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长红 K 线，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达到了 4.5% 以上，下方留有下影线，但是下影线的长度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。那就单一 K 线而言，当日是空方强。那开盘呢，既是最高价，然后股价是一路下跌，但在下方有多方的抵抗力量，最后将股价拉抬到现有的收盘价，而留下了这个下影线。那它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的回档中，也就是股价下跌到低点出现反弹的回档中，那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叫股价的下行中，那我们也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这个重要支撑，那说明股价是有继续下跌的愿望的，这也是下跌的信号，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根 K 线判断是在股价下行到低点的一个位置，或者相对低的位置，那我们会看到当日是股价跌深之后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，那表示当日是这个有多单进场来拉抬股价的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要注意股价有可能会出现止跌回升。所以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否会继续下行需要再确认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我们预测的是反弹，有2个点位，一个点位是收盘价在219.5附近，那另外一个点位是收盘价在227附近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那股价是收在213附近。那实际在当日收盘价是在207.47，出现了下跌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在223这个位置遇压力而反转向下。那我们在之前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2条水平线。我们在前一期视频曾经说过，股价如果上行到223和228这2个位置是很容易遇压而折返向下的。那我们会看到
当日的收盘价也是收在了前低的下方，那这将是继续下跌的信号。对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来看股价后续的下行。那股价后续的下行，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前低203，然后就是下方的198。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条水平线210，我们在之前的几期视频都曾经说过，日后股价如果是跌破210，也就是收盘价跌破210，那股价在后续一定会测试198而出现新低。对，这是我们之前的观点。那我们现在依然维持这个观点。也就是说，后续股价会有比198更低的低点出现。但是我们要关注在到达198之前200关口。那么200关口它依然是一个强支撑。那这个位置是一个标志位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交易者都关注股价是否会跌破200关口。那多头要守住200关口，空头呢一定是要跌破200关口。所以这个点位呢，我们认为是强支撑。对。那我们说，既然在这个地方是有强支撑的，说如果股价出现了新低，它并不是问题。对，问题是如果说股价出现新低之后，然后收盘价跌破了这个200关口，跌破了200的下方，那它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信息，也就是说，它将预示着股价会有一波新的下行的走势。对，所以说，如果出现新的一波下行的走势呢，接下来的目标我们说是下方182。那182是这个2号趋势线的第一个底。我们回顾一下，对，2号趋势线的第一个底是在2021年5月19日当日 K 线的最低，这是第一个底。然后是2022年5月24日的 K 线的最低，这是底高上行的这个2号趋势线，我们一直保留着它。所以说198如果跌破呢，下方的目标一定是182。好，这是对于日 K 线图来说。那现在我们来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，我们先把这个水平线198作为观察线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去除。好，那这是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止跌反弹。说如果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遇前低，也就是203或者下方的200关口，遇到这两个位置得到支撑而出现止跌，那股价将会出现反弹。那反弹向上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那么5日均线值呢，我们测算是在215到216.5之间。对，所以我们取215在这个位置。我们先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在215这个位置。那么如果出现反弹，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215。那我们说站上215呢，股价才会有继续向上反弹的动能。对，那当然再向上的目标就是要站上前高223.8，是这条水平线。我们
把这条水平线呢上移到223.8。好，对，那对我们说，如果出现止跌反弹，能够再站上这个224这条水平线，那我们说这个反弹呢将会成功，对，那股价才有可能继续上行。那我们现在先调整一下，再调整水平线，我们把前面这个矩形删除，这个矩形是压力区间，潜意识定义的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上方的这条水平线删除。好，那我们说，如果股价站上224叫反弹成功，如果能继续上行，那目标一定是237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说，如果站上后续再能站上237呢，当然会出现一波上涨的行情。好，那我们回来接着看，那在股价如果出现止跌反弹，我们说在215和上方的224这两个位置啊，股价都有可能会遇压力而折返向下，然后再次出现下行的走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。对，我们刚刚说的是止跌反弹，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。对于11月7日啊，下方我们要特别关注198这个前低，也就是200关口。那只要股价的收盘价不跌破这个位置，对，或者说是股价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，将会出现一波新的下行的走势。如果在这个地方遇到支撑而出现反弹，那么上方我们在11月7日我们要关注215。那如果股价能够站上215呢，将会继续有上行的可能。那否则股价如果既不向上突破，也不向下跌破呢，我们说会在215到200之间进行横盘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月7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，上方的压力位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5日均线值是在215到216.5，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17到218之间，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20到221之间。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均线值合并呢，第一个压力区间是从215一直到221，我们会看到这也是非常宽的一个压力区间。我们依然在这个地方啊画一个矩形作为一个标志，上方是221。下方是215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压力。那第二个压力就是224前高。那再向上的一个压力位呢，我们给出是11月2日的最高是228，当然再向上就是237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203，然后是198，再向下就是下方的这条水平线是182，我们曾经说过是二号趋势线的第一个底。好，这是下方的支撑。那我们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，就是说
在上方是突破的这个压力位，我们要关注；下方200关口我们要关注。对，好，那么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11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止跌反弹。那如果出现止跌反弹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6，在这个位置，最高会到达218.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17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反弹，我们认为股价呢会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叫横盘。如果是横盘，那么股价将会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最高会到达210.5，最低会回踩到201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209附近。也就是出现这个横盘的可能啊，它依然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对，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1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